尸检结果显示，家人决定让人唏嘘。徐熙媛的最后4天发生了什么？令人震惊的尸检结果。近日，著名女演员徐熙媛大 S 的尸检报告终于公布，揭示了她去世的真正原因。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与惋惜。作为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明星，她的突然离世让人始料未及，而其最后4天的经历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徐熙媛曾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女演员，她的作品陪伴了许多人的青春岁月。然而，她的骤然离世让无数粉丝心痛不已。更令人震惊的是，尸检结果表明她的死因与流感有关，一种在很多人看来并不致命的疾病，却最终夺去了她的生命。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健康的重要性。许多人在看到尸检结果后都在反思，是否我们也曾轻视过类似的症状？是否在生活中，我们也曾因为忙碌或侥幸心理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信号？徐熙媛的经历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许多人对待健康的态度。她的离世让人们意识到，即便是明星，拥有最好的医疗资源和健康管理，也无法躲避生命的脆弱。罹患疾病却未能及时治疗。根据最新报道，徐熙媛在去世前因呼吸道防御系统受损而出现咳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然而，在病情初期，她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仍坚持在香根的温泉中浸泡4天。这一决定使得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并最终导致多器官衰竭。很多人认为温泉可以放松身体，缓解疲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健康有所帮助。然而，在身体已经出现明显不适的情况下，温泉的热蒸汽和高温反而可能加重病情。温泉中的高温环境会加速体液流失，使得身体脱水，从而导致免疫力下降。而对于呼吸道受损的人来说，湿热环境可能进一步刺激气管，加重炎症，甚至诱发更严重的呼吸道问题。徐熙媛或许也是出于对温泉疗效的信任，选择了坚持泡温泉。然而，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症状已经远超普通感冒，而是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4天的温泉浸泡不仅没有带来恢复，反而成为了压垮她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起事件让人深思，我们是否也曾因类似的误解而忽视了身体真正的需要？很多时候，人们倾向于依赖经验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而非求助专业医生。这种惯性思维在轻微不适时或许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一旦碰上严重疾病，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医学专家的揭露，真正的死因。一位日本医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徐熙媛的真正死因并非单纯的流感，而是由于感染未能及时治疗而引发的败血症。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通常具有极高的致死率，而他未能在关键的黄金48小时内接受有效的治疗，最终导致病情恶化，演变为急性肺炎，并引发败血症。败血症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疾病，其本质是感染在体内扩散，导致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最终引发器官衰竭。这种病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初期症状可能与普通感冒类似，导致很多人忽视其危险性。当感染扩散至血液时，身体的免疫系统会迅速陷入混乱，导致全身炎症反应，进而损害各个器官。对于免疫力较低的人来说，败血症的致死率极高。徐熙媛的病情正是因为未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疗，错失了最佳抢救时间。医生提到，黄金48小时是治疗败血症的关键窗口期，如果在此期间进行强效抗生素治疗，大多数患者都能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他在最初就诊时，医院仅为他开了退烧药，而并未进行深入检查和针对性治疗。更令人痛心的是，当他再次就诊时，医生已经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并建议他立即住院。然而，他因个人安排拒绝了住院治疗，并签署了免责协议。这样的决定在当时或许是出于种种考虑，但事后看来却成为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疾病的进展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尤其是在免疫系统已经受损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预测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败血症患者，
但可以做的是，认真对待每一次不适，尊重医学建议，避免因一时疏忽而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医疗记录泄露，揭示关键细节。根据泄露的医疗记录，徐熙媛在感到不适后，曾前往神奈川县香根町的一家医院就诊。当时，他的血氧饱和度已降至 89%， 正常值约为 95%， 并且肺部检测显示有明显的施罗因。然而，医院仅为他提供了退烧药，并未进行更深入的治疗。更令人唏嘘的是，徐熙媛在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并未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而是选择自行观察。很多人可能认为轻微的感冒或流感并无大碍，但事实证明，某些病毒性感染可能会迅速恶化，特别是对于本就免疫力较弱的人群而言。医生通常会根据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和肺部情况做出专业判断，而他当时的情况已经表明病情并不轻微。如果他能够及时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更全面的检查和治疗，或许结果会有所不同。2天后，随着病情恶化，他不得不再次前往急诊。在医生的极力劝说下，他被建议住院接受更深入的治疗。然而，他却因已经预订了返程机票而拒绝，甚至签署了免责协议。这一决定最终让他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窗口。无论是出于个人坚持，还是对病情的误判，这都成为了导致悲剧发生的关键因素。公众的关注与深思。这一悲剧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许多网友纷纷表示震惊和痛惜。更有不少人开始反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曾经对自身或家人的健康掉以轻心？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让很多人习惯于忍耐不适，甚至觉得硬扛是种美德。但事实上，健康是一切的基础，忽视身体的警示信号，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尤其是流感，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致命，但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发展成严重的肺部感染甚至败血症。这些疾病一旦进入急性阶段，进展速度往往远超人们的想象，短短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可能导致无法逆转的器官衰竭。更值得警惕的是，许多人对医疗建议的轻视。在医生明确建议住院的情况下，徐熙媛依旧选择了拒绝。签署免责协议这一举动，不仅仅是对自身生命的忽视，更是一种对医疗体系信任的缺失。事实上，医生的建议往往是基于无数临床经验和医学数据的总结，而不是简单的多此一举。我们应该意识到，医疗决策并不是一场可以随意押注的赌博，每一次轻率的决定都可能意味着生死之间的转折。生命的脆弱与健康的重要性。徐熙媛的离世不仅让他的家人、朋友和粉丝心碎，更成为了一个深刻的警示案例。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因工作繁忙或个人习惯而忽视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直到病情恶化才追悔莫及。因此，我们应该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遇到不适时应尽早就医，听从医生建议，不要拿生命开玩笑。此外，这也提醒我们，健康管理应当是长期的，而非仅仅在生病时才想到求医。合理的作息、良好的饮食习惯、适当的锻炼，都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关键。很多疾病的发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我们不能等到问题严重时才想到去补救，而是应该提前预防，尽可能降低潜在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这起事件也凸显了公众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许多人并不清楚流感、肺炎、败血症之间的关联，也不了解在病情加重时该采取的应对措施。医疗机构和媒体应当加强科普，提升大众的健康意识，让每个人都能更早地发现潜在的疾病风险，从而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任何轻视健康的行为，最终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希望徐熙媛的悲剧能让更多人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学会尊重身体，珍惜生命，珍惜当下，关注健康。在此，我们对徐熙媛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也希望她的悲剧能够让更多人警醒。生命无价，健康至上，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体，远离不必要的风险。
如果你也关注健康问题，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流感的严重性。同时，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最新资讯。感谢您的阅读，我们下期再见。